房地产富二代自信满满去相亲，却惨遭相亲女啪啪打脸。男孩原本以为可以轻松拿捏，没想到在女孩眼中，他所谓的资本根本不值一提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小康之家这一种的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并不是女孩傲慢自大，她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女孩名叫张诗晴，今年26岁，北大高材生，后耶鲁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，现在是一名风投经理，年薪50万加。用白富美来形容她一点也不为过，因为除了自身条件出众以外，她的家境更是令一般家庭望尘莫及。父亲北大毕业，现在北京从事房地产生意，母亲也是出自985，人家有钱人住的是别墅，诗晴家则是整栋楼。门已开了哦。啊，这一开门就你家啦。如此优秀的女孩加上家境的加持，本该对自己的另一半有着更高的要求，但诗晴却有自己独特的择偶标准。她不要求男方的家境有多好，但要求学历最少是985。你好像有一个观念叫985。我也确实是也希望就是对方有比较良好的教育，在沟通起来啊，不管是三观啊还是各种想法，可能会比较一致吧。父亲则认为年薪100万不100万倒无所谓，但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，并且男方父母也要有良好的教育。这么优质的女孩，红娘自然不敢怠慢，精挑细选了2位高端男士，一位是清华毕业年薪100万的王先生，一位是家里同样搞房地产的徐啸天。按理说这也算是门当户对，没想到却是全方位的碾压。啸天家所谓的房地产跟人家比只是小巫见大巫。你们家族的这个房地产是属于哪一部分的房地产？就南京的中小房地产开发商吧。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。就是我爸爸是在北京这边，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是我们家开发。听了诗晴的话，啸天瞬间不淡定了。本来想着在女孩面前显摆一下，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小丑。硬件上不行，啸天就想着在软件上扳回一局。没想到虽然自己硕士毕业年薪100万，手里更是掌管着10亿资金，但在女孩眼里依然不够看。南京信息技术工程我忘了，对，但他说是一个一本。对于他可能不是985-211这个事情，我可能略微有一点点的介意。不仅如此，听到女孩要求男方父母也要受到过高等教育时，啸天更是备受打击，自卑的抬不起头。在这一刻，他也终于明白自己与女孩的差距。尽管如此，啸天最后还是绅士的为女孩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。看着女孩开着跑车潇洒离去的背影，啸天感受到了从来有过的挫败感。好尬呀！然而下一位与诗晴相亲的男孩则更是离谱。王先生清华名校毕业，年薪100万，家庭背景也很好，各方面都挺符合诗晴的择偶标准，但他情商似乎始终无法在线，全程只顾逗猫遛狗，话没说2句就把诗晴晾在一边不理不睬。事情多的话肯定是要熬夜到大概11、12点这种。对，两人更像是一个大学生和小学妹聊天的感觉。红娘看了后也是急得直跺脚。别光逗狗啊，聊天啊，小伙子，我让你相亲来的，不是让你逗狗。当两人谈到各自的恋爱经历时，王先生也许是想表达自己的幽默感，但总是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。你之前有简单的3段，那这是50步笑100步。诗晴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尽管有些尴尬，但全程表现得体落落大方。这场相亲会也在与动物的交流中结束了。诗晴作为有学历有家境的现代独立女性，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高点也无可厚非，毕竟生活圈子不同，眼光也不一样。大家说对吗？27岁黄花大闺女骚操作惹怒亿万中国男士。美国那边的人就是体格好的人，身材好的人很好，随随便便就是穿一件衬衫什么 T 恤什么，我就觉得很有气质。国内有很多这种很有钱的土豪，但是他们穿名牌穿在身上就是穿成七浦路的感觉。女孩名叫平平，今年27岁，地地道道的上海人，是一名自由职业者。她放着好好的中国媳妇不当，却一心一意要做洋媳妇，甚至为其去做整容。任性无知崇洋媚外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她认为中国男士没有欧美男士那样强健的体魄，更没有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男性气质，自己的归属必定属于那些外籍高富帅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崇洋媚，平平带着大家来到了万人相亲大会。面对现场数千名相亲男士，平平满脸都是嫌弃，兜兜转转一大圈，硬是一个没看上。临走时还不忘吐槽2句。我感觉那边的男生都比较猥琐，身高也不高，然后长得也不好看，就完全不行。我外貌协会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洋媳妇梦想，平平硬要参加了一档相亲栏目，希望在这里能够结识更多的高富帅。很快节目组为他安排了3位高富帅共进晚餐，他们分别是来自瑞士的酒吧老板、香港的企业家、法国的文化官员。为了引起3位高富帅更多的关注，平平显得异常兴奋，全程积极主动努力表现自己。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过分热情，不仅没有钓到金龟婿，反而把3位高富帅吓得不轻。我 pink
I'm scared that maybe she will give a lot of pressure to her next boyfriend. If she's looking for a Western man, I would say that for us it's a bad feeling to feel pushed about marriage. 这次相亲失败并没有改变平平的想法，她坚持认为只有外籍高富帅才能配得上自己。节目组无奈给她安排了第2次相亲，这次的相亲对象是来自马来西亚31岁的归国华侨安迪。安迪不仅高大帅气，浑身上下更是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平平对安迪也是一见钟情，早就将女性特有的矜持抛之脑后。面对平平咄咄逼人的攻势，经验老道的安迪应对自如，两人看似有说有笑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平平对于安迪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。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平平早已迷住双眼，她自以为是地认为，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女性魅力，安迪早已败在她的石榴裙下。其实在平平的心里，早已认定安迪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。他也很喜欢美国文化，然后也在纽约念书，我也正常很喜欢美国文化，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健身，我就觉得很多地方都好像很 match 很合。于是此后的几天，平平不停地给安迪发消息，但都没有得到安迪的有效回应。失魂落魄的平平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安迪对自己是有感觉的，为何会对自己如此冷淡？郁闷至极的平平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接到家里安排的一个相亲任务，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前去约会。小伙名叫汉涛，是一名体育老师，两人如约来到台球厅见面。汉涛对平平很有好感，于是主动和平平聊天，希望增进双方的了解。可平平总是爱答不理，简单1-2句话敷衍了事，对此汉涛也很是无奈。我以为女生通常应该也会找点话题和我也聊一下，但是我没想到在打桌球的整个过程中，她几乎只是在单纯的纯粹的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自己内心会有一点会想说，这个女生为什么这么的拽啊？汉涛哪里知道，平平只是为了完成家里安排的相亲任务，走一个过场罢了，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。其实平平对安迪始终没有放弃希望，她认为也许是安迪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，于是就去做了微整形手术，并委托节目组去寻求安迪的想法，但安迪的回答却令他倍感失望。从小到现在，我一直生活的背景，相信是比一般的人比较多，所以看的东西很自然也是比一般的人比较不一样。尤其是到我这个年纪，就是不是说只是看人的外表，我就会喜欢上一个人。其实很多成功的女生，她也没有长得特别出众，但是她们的内涵和气质所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，不是说以整容可以改变的。好在经过心理导师的耐心劝解，平平也是认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可笑，伤心地流出眼泪。人总是在挫折中成长，爱情又何尝不是？只有使自己变强变大，找到适合自己的，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大家说对吗？都说男的相亲看长相，女的相亲看钱包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你看这位清纯美少女相亲汽修店小老板，一上来就恨不得把小伙8个地朝天。你现在有多少存款？这明显是倒送命题，搞不好就直接凉凉了。幸亏小伙还有点积蓄，回答的也很干脆和直接。怎么说呢？10多本书吧，多了也没有太多，10个8个的也有。小伙原本以为自己年纪轻轻就能有10几万的积蓄，足以令女孩对自己刮目相看，没想到自己的那点小成就在女孩眼中根本不够看。女孩接下来的几句话更是把小伙吓出一身冷汗。我平时呢，我一瓶香水就要1000多，我一支口红就要300多，就是你能接受我这1个月的消费水平状态吗？小伙听了也是直挠头，虽然表面强颜欢笑，实则内心慌的一批。要不说小伙还是太年轻，小编我真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小伙名叫罗立成，今年23岁，由于从小家庭贫困，早早辍学做起了汽车修理工。好在经过几年打拼，如今也是一家汽修店的小老板。虽然收入不高，但小罗也渴望拥有自己的爱情，于是报名参加了一档相亲栏目。可眼看为小伙安排的相亲对象马上就要到了，小罗心里惦记着的却还是自己的生意。姐，那个刚才不也说了吗？说我刚才约了个车来做这个4人定位，然后车到了，你看我现在能把活干上了吗？是不？你干活吗？干活。好。小罗直爽不会拐弯抹角的性格，给红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也让红娘对他的相亲之路多了些许担忧。为了尽快安排两人见面，红娘只好独自去接相亲女孩。女孩名叫随心玉，也是23岁，身材高挑，颜值出众，再搭配上精致的妆容，让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。小罗见到小雨的第一眼，就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。女儿不错，挺好，就是说草的特别可爱嘛。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小罗邀请小雨和红娘去他出租屋参观。虽然简陋但很整洁的房间，给小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为了博得姑娘的欢心，作为直男的小罗也难得幽默了一把。我做饭的话会一点吧，会炒菜做饭。我喜欢做饭，但是我不喜欢刷碗，我觉得很累。喜欢做饭。好巧。两人的交流轻松而愉快，看似相处的十分融洽，但接下来的环节却给两人的相亲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房子问题是相亲中不可或缺的必选项。小罗表示房子肯定要买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最快也得2-3年。
小雨听了就不乐意了。我觉得房子是一个硬性条件，咋事？买呗，不说也得买。但是我觉得，就你不说这句话，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坏了，也快买。还好小罗反应快，房子问题算是顺利解决了。可接下来小雨的问题可是真够直接的。能问一个比较露骨性的问题吗？可以。你现在有多少存款？存款怎么说呢？实在话说，多了也没有太多，10个8个的那种。不得不说，小罗还是真实在，就这一点家底也被人家轻易摸清了。原本想着这回小雨该满意了吧，没想到这才是刚开始。小雨说自己是个月光族，每月4000块钱的工资不够花，这月工资还没发，上月已经花光光。小罗真是钢铁直男，人家姑娘吧唧老半天，他硬是没听懂啥意思，急得红娘都忍不住了。你是个吝啬的人吗？该花的钱，我觉得是可花；不该花的钱吧，分事儿。就是没事这种所谓说我不去酒吧啊，就是我从来不去酒吧那种什么 KTV 那种的，我觉得那地方在那地方花的钱，我觉得特别土逼。小罗这一顿输出自己是过瘾了，可没发现一旁的小雨脸色早就不对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小雨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去酒吧 KTV 了。看来两人的消费观还是存在很大分歧，可能是碍于面子，小雨也没在这上面做过多纠缠，直接转入下一话题。那你大概是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买多少钱的化妆品？那不，你没有想过可以吗？也许是小罗身上具有东北人与生俱来的豪爽，在这个问题上小罗没加任何思索，回答的也是真干脆。可接下来小雨的话彻底颠覆了他对化妆品的认知。我平时呢，我一瓶香水就要1000多，我一支口红就要300多，就是但是我很喜欢买口红，不买不行的那种。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报复性消费心理。好家伙，这1000块钱一瓶的香水，估计够做10几次4轮定位了吧？而且300元一支的口红随性买，啥时候想买啥时候买。小雨这边讲的是津津有味，小罗那边听的是瑟瑟发抖，瞬间感觉自己刚才大意了。不仅如此，小雨对攒钱也是毫无概念。没有什么攒钱的那个什么，没有想法，就攒钱的想法一点都没有。有，我曾经想过说是挣2个月钱，攒2个月钱，然后自己出去旅个游玩一玩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到。小雨的消费观是有钱就想花，不花心里就刺挠，没钱跟家里要也得花。很明显他们是2个世界的人，但架不住小罗喜欢啊。你能接受我这1个月的消费水平状态吗？也能。就说这话违心不违心，明明自己不赞同，却偏要说自己能接受。小雨也感觉凭借小罗目前的能力，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，毕竟自己还年轻，在能花钱的年龄就得可劲花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红娘见两人也聊得差不多了，便询问两人继续下去的可能性。小罗打心眼里还是很喜欢漂亮的小雨的，表示还想争取一下，但小雨的回答却让这场相亲提前画上了句号。你俩有意愿说也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我感觉我们两个不合适，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性格差距上很明显，就是不合适。与其说两人在性格上有差异，倒不如说是2个人在消费观念上的分歧。在此我们也不好评论谁对谁错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大家说对吗？40岁黄花大闺女第一次去相亲，只因为相亲对象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，便委屈的痛苦流泪。她埋怨红娘给自己找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，根本没有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安排。喜欢那种啊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形象呢，我觉得我都可以忍。贪图我是真不喜欢。第一个我不是2，第二个就这种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也是吧，我想成为这个人，但是我成为不了，所以我找的这个人，我也希望他尽量靠近我，我想成为这个人。女孩名叫毛毛，土生土长的成都人，目前是一家知名企业的财务经理。她口中想要成为的那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父亲。原来在苗苗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英年早逝离开了她，此后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她养大。在她的记忆几乎对父亲没什么印象，只依稀记得父亲个子很高，肩膀很宽。在她和母亲的心里，父亲永远是那个无法替代的人。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，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，你老是去哪里？他太完美，在我心中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。凭着模糊的记忆和母亲的影响，毛毛始终认为父亲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个人。尽管他已经40岁，早已步入大龄剩女的行列，但毛毛坚持自己的另一半也要像父亲一样完美，不能油嘴滑舌，要从事专业度高的工作，像父亲一样有知识有文化，身高不能低于1.75米。我也觉得我爸很优秀，说实话，就是真的眼光有点高，这说老实。我还是觉得。红娘听了毛毛的择偶标准，也感觉很是为难。先不说其他条件，单纯身高这一项就卡掉了四川大部分男士，但毛毛的母亲却不这么认为。她觉得现在的男人都太看重女人的外貌和长相，择偶观和恋爱观和以前都大不相同，
所以才导致毛毛如今的尴尬处境。因为现在的现状就是男生很少，对，而且男生因为他少，所以他就翘，他翘的目的就一个是他要找小的，对，经济条件好的，就跟选妃一样的，说这些身高、身材、学历、年龄、家境，啥子都选完了，就最后漂亮2个字他没说出来，最后就应该加个微信，就很好，照片一发就没声音了。红娘认为，虽然毛毛母亲说的有几分道理，但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更何况苗苗虽然称不上大美女，但至少外表干净，皮肤白皙，只要稍微打扮，拍一套写真作为敲门砖，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。于是听从红娘的安排，毛毛很快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相亲，对方是一名52岁的公务员，事业有成，收入稳定。得知苗苗母胎单身，没谈过恋爱，对方也很是满意，但苗苗似乎对对方没有多大兴趣，没过几分钟就匆匆结束了相亲。毛毛认为对方年龄太大，缺乏活力，跟他在一起仿佛步入了老年社会，毫无乐趣可言。我还是希望以后生活是那种有活力，就是不是以后的生活不是属于有点安度晚年那种状况，我就觉得吸取上一次的失败教训，红娘很快为毛毛安排了更为年轻的李先生。李先生今年38岁，是做建筑生意的个体老板，经济实力雄厚，有房又有车。相亲当天，苗苗虽然迟到了1个多小时，但李先生丝毫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悦，并主动找起话题，以此拉近2人的距离。面对李先生的热情，毛毛却显得心不在焉，全程低头看着手机，一副高高在上爱答不理的模样。李先生也觉得尴尬无比，不停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。什么的演员感觉你这儿就是可能是吧，缺点演员，缺点演员啊。对对对。听到毛毛这样说，李先生也感觉自己热脸贴上了冷屁股，识趣地逃离了相亲现场。明明是苗苗没看上对方，可令人不解的是，相亲结束后，他反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我是这么喜欢，我也不会找做生意的人，这点扛死了的。就是女孩就是我们爸也是，所以为什么你说那个老师，我竟然以为是他，所以我多多少少自己肯定还是有期待噻。好不容易等到呢，结果是个这样。从苗苗的哭诉中，我们不难发现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，或者说从他内心里根本不想接受有人成为父亲的替代品，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。对此，红娘也是一针见血指出他的问题所在。我们所有的副嘉宾都知道自己都觉得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样子的人，但是这样子的人存在，是否存在，或者是否是能够马上找得到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母亲一如既往地为毛毛讲述他们的爱情，毛毛也会时不时地翻看父亲的照片，期待着有一天会遇到这么完美的对象。其实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有时候忘记过去，活在当下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大家说对吗？